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徐凯谭松韵恋情曝光，粉丝炸锅讨论不断。你知道吗？一开始我也是被朋友圈里那组照片炸到了，天啊，到底怎么搞的？这两个人谁呀？怎么这么配啊？说实话，一看到徐凯和谭松韵这两个名字，我心里那点小期待就像被点燃的烟花轰然爆发。你说这缘分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，或者说早就被安排好了？先别着急，咱们从头说起。这次曝光的恋情，乍一看，哎呦喂，别说，还真挺惊艳，那种你们两个怎么回事的惊讶，但又觉得很合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每次合作都能激起火花，每次一出现，粉丝都开始狂欢。现在呢，终于张开嘴露出真面目了，糖都能把屏幕塞满啦。我觉得这份爱啊，仿佛是一场宿命的安排。小时候谁没幻想过啥？遇见你是我今生最大的幸运，对吧？但真没想到，这句话居然会变成实打实的现实，还带着点甜蜜。你想啊，这俩人长的那叫天作之合吗？简直像从童话里走出来的一对。谭松韵那种灵动的笑容，像春天的第一温雨，温暖清新；而许凯那双深邃的眼睛，仿佛夜空里最亮的星，总让人忍不住想靠近。而且这次一被揭露，粉丝们炸锅啦！这画面太美了，我要动手了。有人说，我怀疑这是不是剧组的新运动。另一边的粉丝激动得像抽了筋，这对太有 CP 感了 ，hold 不住啦！没办法啊，他们的眼神交流、微笑互动、动作位置，一看就很有火花。是不是有人说，这简直是史上最浪漫偶遇啊？我的告诉你们，这么期待的场景，不少粉丝都在心里暗暗许愿，希望他们后续能有更多合作，像拍个甜宠剧，拍个恋爱纪录片。这一切都让我想起，缘分真的是奇妙无比。有时候，命运就像一位神秘的画家，把两个人的轨迹悄悄描绘成了一幅绝美画卷。你别说，看到那股氛围，就觉得他们俩像是天生一对，仿佛这世界上早就编好了故事，只等着两个命中注定的灵魂去演绎。也有人在猜测，是不是发糖蛋发多了？会不会有什么后续？会不会有一种让人心碎的剧情突然跑出来？我告诉你，爱情这东西最怕的就是没有悬念。你看，粉丝们都在讨论他们后续合作吗？是不是要让我们继续舔糖？真是看得我满脑子都在幻想两人又会搞出什么甜到掉牙的事情。不过说句实在话，这颜值、气质、神韵统统都到位，也许就是一段佳话的开始吧。你知道的，娱乐圈里很多事都是惊喜到来的时候，人不由自主的会相信那是命中注定。尤其是像这样天作之合的组合，简直像天注定一样，叫人心里偷偷的打个响指，真希望能一直这样甜下去。可转念一想，又觉得这种甜美的状态居然能被曝光，真是给我们撒了一大把糖。他们是不是早就布置好了一场浪漫秀？还是说，这本来就是一场意外的邂逅？没人知道，但我只知道，看到这画面，心里那股暖流涌得我忍不住感叹，缘分这东西果然难以预测，但偏偏又那么准，刚刚好。可能正是这种不经意的美好，让人觉得所有的等待都值了。其实爱情也好，缘分也罢，就像一场电影，导演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，但那一瞬间的感动，胜过1000篇一律的情话。你看，就算明天一切都变了，至少这一扇关于他们的门已经敞开，温暖了一整片天地。于是啊，我想说，感情这事，还是得相信缘分。它来得如此突然，
像台风一样席卷而过，却也能带来一场春天。徐凯和谭松韵的故事，给了我们一个寓意，相信那些遇到的人，那些擦肩而过的瞬间，或许真的是注定的，是命运铺设的路，走着走着，就变成了你我心中最美的风景。以上随意聊聊，也不枉我多年来的娱乐观察。你说这段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觉得什么时候都不能低估缘分的魔力，它可能就在我们不经意的一个转角，把最温暖的光投向你我。你说是不是？反正看来徐凯谭松韵的故事又添了一章，等待着我们去品味、去欣赏、去相信。2. 密室大逃脱7上窜，下跪兄弟爆笑归回，徐凯彭昱畅勇闯恐怖密室。好消息，密室大逃脱第7季开播了。更好的消息，不仅杨幂回归了，赫赫有名的胆小鬼徐凯和彭昱畅也来了。徐凯的世界仿佛就是一个巨大的密室逃脱。当年知音来当一次飞行嘉宾，胆小的他就被笑上热搜。后来为了锻炼胆量，直接来密室大逃脱当常驻，结果又闹出了新笑料。众所周知，卧龙凤雏总是会扎堆出现。当和徐凯不相上下的易受惊体质的彭昱畅出现，上窜下跪兄弟自此诞生。他们的胆小为蜜桃世界造就了太多名场面。如今密室大逃脱第7季来了，徐凯又来了，彭昱畅也来了，这对难兄难弟又可以抱团取暖了。这一季，徐凯疑似被密室大逃脱做局，为摆脱单线来常驻，却遭遇投票新环节。由于被单线任务支配的恐惧，彻底成了徐凯的阴影，所以为了摆脱做单线的命运，他选择来做常驻嘉宾。却没想到这一季规则变了，节目组新搞了个单线任务的投票环节。投票一出，是不是徐凯粉丝的人都来投票了？既然徐凯不敢做单线任务，那就送他去做单线好了。胆小的徐凯遇到一生爱添乱的中国人，怎么不算是命中注定呢？新一季的密室大逃脱是难度史无前例的生存者季，绝境逢生，破局而立。在全新的玩法机制之下，进入艰难程度更高、危机感更逼真的场景，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努力逃生，将绝境闯成主场。新一季开局即高能，特调小队遭遇现实考核，杨幂、大张伟被困冷库，危机四伏；徐凯、周笔畅受困废车场的车辆之中，彭昱畅、张佑浩则于荒无人烟的矿场内被锁在狭小的矿车中。他们必须在规定的70分钟内通过3个考核关卡，若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按停3个关卡内的倒计时按钮，便视为考核失败。在矿场中的彭昱畅接连遭遇惊吓，飞速滑行的小矿车哐哐撞墙，彭昱畅人还在，魂已飞。当张佑浩在思考墙上的表情代表什么的时候，彭昱畅无力地表示，可能在嘲笑我们。在废车场内的徐凯和周笔畅人还被困在车里，车就被直接顶起。相比之下，只有杨幂和大张伟那里虽然冷但平稳，只是他们的难题在于手脚都被锁住了不说，好不容易找到的钥匙还被冻进了冰块里。直至彻底解开锁链，离开冷库后，他们才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肉联厂。黑暗之中的一颗猪头时不时会拿着剁肉刀出现，现场发疯的神秘人，还有那一水池的暗红血水和水下未知的东西，都令气氛变得惊悚了起来。彭昱畅这边，如果不是和张佑浩在一起，可能从一开始他就会在角落里悄悄地碎掉。成员们接连顺利通过第1关考核，各自前往特调小队训练基地会合。3组成员顺利见面后，最令徐凯破防的就是同为胆小鬼，彭昱畅这组耗时最短，而徐凯这组却耗时最长。第2个关卡
是一场博弈对抗。6名特调小队兵分2路，彭昱畅、徐凯和张佑浩为一组，周笔畅、杨幂和大张伟为一组，挑战蜜桃经典密室。张佑浩听到明显1拖2的分组情况，顿时感觉天都塌了。徐凯是浑身都软，就是嘴硬，质问张佑浩为什么要像看废柴一样看着他和彭昱畅。杨幂伺机拱火，问张佑浩不想和谁在一起。张佑浩毫无求生欲，坦言都不想。我好想逃，但逃不掉，大概就是张佑浩此刻的心情了。直至来到密室门口，绝望的心情不会消失，只会转移。因为徐凯和彭昱畅面对的经典密室，是曾经造就无数名场面的绝命医院。昏暗的医院走廊，拿着布娃娃的小姑娘，每一帧对于彭昱畅和徐凯来说都是阴影。所以当他们终于决定走进密室的时候，张佑浩走在前面，刚刚一只脚踏进密室，就被身后的2个人给拽了回去。哪怕经过了1年，这俩人还是凑不出一副胆子。比起杨幂那组在青山书院欢声笑语打麻将，彭昱畅和徐凯那边可是真的在力竭了。在这个密室里，他们必须派出2个人和小女孩一起玩捉迷藏，只有成功找到小女孩，才能拿到倒计时停止器。做单线任务找小姑娘，还是独自一个人盯着电脑，彭昱畅和徐凯最终决定结伴而行。哪怕到了这一刻，徐凯还在耍帅，苦练1年的高光时刻究竟能否到来？虽然明明知道答案，却依然无比期待。果然，2个人刚刚走出门，只因小女孩的笑声，就直接冲了回来。前进1小步，后退99，便是彭昱畅和徐凯在密室中的日常了。像这种因为胆子实在太小，令节目组不得不妥协，为嘉宾改变规则的，也只有彭昱畅和徐凯能做到了。在他们无数次返回原地之后，小姑娘只能发出指令，同意3个人一起玩捉迷藏。因为徐凯和彭昱畅的害怕，令他们在这一趴耗费了大量的时间，以至于留给最后一个关卡的时间所剩无几。面对倒计时上那少得可怜的时间，徐凯小腰一掐，用最狠的语气说出最弱的话：已经尽力了。在这个环节中，成员们在仅剩的时间里需要极限进行答题，连对7道即可过关。这场极限速通关卡的戏码，看得人肾上腺素飙升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看蜜桃竟然也要屏住呼吸了。好在特调小队齐心协力，在规定的时间内顺利完成任务，也通过了考核，正式组成新一季密室大逃脱的特殊事件调查小队。面对难度增加、规则升级的密室大逃脱生存记，特调小队成员将面对怎样的诡异事件？又将遭遇多么艰难的逃生环节？光看预告就已经开始期待了。